你听说过中国古代的四大风流韵事吗？所谓四大风流韵事，指的是相如窃玉、张敞画眉、韩寿偷香、沈约受邀。张敞画眉啊，咱们以前聊过，今天说说韩寿偷香的故事。我的女闺蜜小凤就说韩寿偷香这个说法不准确，确切的讲应该叫韩寿偷人，只不过他偷的这个人是他未来的妻子，而不是别人的老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据《世说新语》这本书记载西晋初年有个朝廷重臣名叫贾充。贾充有俩女儿，大女儿贾南风嫁给了当时的太子司马衷就是后来的晋惠帝。二女儿贾武待字闺中的时候，听说父亲手下有个叫韩寿的男子，长得眉清目秀，一表人才，就开始惦记上了。为啥？因为魏晋时代盛产一种非常特别的女性用品，叫小鲜肉。那会儿简直就是小鲜肉的天堂中国古代的10大美男子一多半生活在那个年代，什么何晏、潘安、魏介都红透半边天。每次出门不是被粉丝围观，就是被人扔水果，导致这些偶像的皮肤一个个都跟刚刚剥了壳的熟鸡蛋一样白白嫩嫩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水果养颜于是贾武就很好奇，这韩寿到底长啥样，跟我的爱豆潘安比如何呢？那天他父亲贾充正好在家里大宴宾客，韩寿也碰巧来了。贾武就躲在闺房里，打开一道门缝，偷偷地朝客厅张望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恶地神呐！这韩寿咋长的？简直是长在了我的心里面。贾武当晚就失眠了伺候他起居的丫鬟一问，才知道小姐得了相思病。这丫鬟也不是一般人，第二天就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地跑到韩府，干嘛去了？竟然当起了红娘，还跟韩寿说他们家的小姐长得是如何如何的天生丽质，妩媚动人。一开始韩寿还有点不信，领导家的大女儿是著名的贾南风虽然嫁给了太子，那可是丑到惊天动地二女儿会是个大美人，蒙谁呢？真要如花似玉，会派个丫鬟来上门推销吗？没办法，丫鬟只好回去偷偷拿了小姐的照片，来了个二进宫。这下轮到韩寿傻眼了，贾武的照片一递上来，立马变成呆头鹅。韩寿当时就想，这姐妹俩怎么长得天壤之别莫非其中有一个属于基因突变？这韩寿外表有点闷，骨子里却很骚，简称闷骚。面对美色当前，觉得要是不采取点行动，如何青史留名于是就在丫鬟的安排下，俩人确认了会晤的时间和地点。3天后的午夜，单身狗韩寿一个人静悄悄地来到贾府门外，见四下无人，练过体操的他来了个潇洒的特卡切夫腾跃，轻松翻墙而入，跟在闺房内酒后多时的贾武胜利会师。然后呢，此处隐去100个字。反正从那以后，两人经常在贾武的闺房秘密接头，就共同的兴趣、未来的发展广泛交换意见，并达成了共识。有意思的是，两人之间的秘密交往呢，贾府上上下下居然没人察觉。小凤就觉得这俩人不去搞情报工作，实在可惜。俗话说得好，恋爱是女人最好的护肤品。那段时间，贾武眼角带着笑意，脸上放着贼光，父亲贾充就觉得有点不对劲，女儿最近是怎么了？贾充试探着问过2次，贾武都故意装傻充愣，但纸里终究是包不住火两人偷偷往来的事儿呢，还是在贾充面前露出了马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有一天贾充在单位召集部下开会，突然从坐在对面的韩寿身上闻到了一股熟悉的香味儿。当时西域向晋武帝司马炎进贡了一种奇特的香料，据说这种香料涂在人身上1个月香味都不会散去。皇上把这香料视为珍宝，只赏赐给了贾充和另一名高级官员。贾武喜欢，干脆自己拿去用了。这韩寿天天晚上跟贾武待在一起，自然也就沾染了这香味儿。贾充一闻这味儿，就想起了皇上赐的香，再联想到女儿最近种种的反常表现，再看看韩寿那张春情荡漾的小白脸，他一下子全明白了。下班一回家，便把那名丫鬟叫来，来了个严刑逼问，
丫鬟哪里受得了这个，只好招认，说出了小姐和韩寿定期会晤的实情。贾充听了以后，那叫一个气急败坏，好你个韩寿，竟然在我眼皮底下公然勾引我女儿，看来以后得防火防盗防韩寿了。贾充呢，本来想找人教训一下韩寿，没想到女儿却说什么今生不能跟韩公子明正局见，那我就跟爹爹来生再见。贾充知道女儿这是要以死相逼，贾充的夫人呢也跑出来苦劝，既然生米都煮成了熟饭，何不干脆成全了二人，这样既能随了女儿的心愿，也能挽回面子。贾充一想呢，也是，这韩寿家里是一没老婆，二又长得帅，但又不是吴亦凡，女儿跟了他呢也不吃亏。最终贾充顺水推舟，就把小女儿贾武许给了韩寿。俗话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韩寿跟贾武偷偷幽会的事儿呢，还是传了出去，后人就以韩寿偷香来形容男女私下偷偷来往。宋代大文豪欧阳修曾填过一首《望江南》的词：江南蝶，斜日一双双，身似河郎全拂粉，心如韩寿爱偷香。引用的就是这个典故。《西厢记》中张生跳墙私会崔莺的情节，据说就是抄袭了韩寿偷香的桥段，让冰冷的历史变得有温度，让久远的故事更加接地气。我是曾子航，欢迎点赞并关注。